英姐，你为什么每天都到这儿来打水呀？因为这里的山泉水泡茶会更好喝。秀一姐，你看小鱼游得多自在呀！是啊，我要是条小鱼就好了，整天都可以游来游去的，没人管着我。那你要是条小鱼的话，鱼可离不开水哦。我给你浇点水。没羞没臊。姐姐前2天教你的诗还记得吗？遥望山上松，龙都不能雕。愿想游下气，占卜万仞条。腾跃未能升，顿足齐王桥。实哉不我与，大运所飘摇。少年，乘客急走，赶紧上来！还给他一块风，走！要不是他爹，你二叔还活着呢。他爹呀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女平平安安的，保佑我们的闺女秀英啊，能够早日找个好人家，有个好归宿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哎呀，你怎么又光着脚出去？你就不知道穿双鞋呀？哎呀，就几步路，鞋总打湿了坏得快。这女孩子啊，就得要像个女孩子的样子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外面风言风语越来越多，来拉弓的人啊也越来越少了。你要真嫁不出去，哼，你悔都悔不及哟。我才不嫁人呢，我就守着你。又胡说！哎，你爹生前呀就经常跟我说，谁要是能把这把弓拉开，谁才配做他的女婿。当年你爹战死沙场，这弓怎么回来的？他怎么无端端的就放在我们家门口呢？这肯定是你爹呀惦记你的终身大事托送回来的。你要是真嫁不出去，我可没脸啊去见你爹了。这明儿个，哎，你也别去挑水了，娘去雇个伙计，再去扯几块布，给你做几身好看衣裳去。娘，娘，您怎么说都行，但是这银子绝对不能动。哎呦，这银子难道比你的终身大事还重要？好了，娘，您就别絮叨了。近来生意不好做，得赶紧开门了。哎，哎，你不给你爹。行呀。钟哥，我帮你。秀英，呀，军爷来啦！大娘，老样子。哎哎，坐。钟哥，整天领着哥几个在这梗着脖子喝热茶，你也不嫌苦？你懂什么？只有经历真正的苦，就知道这茶有多香。啊！他这是心中有酒，不饮自醉。哎，人家总是来照顾我们生意，你就别再板着个脸啦。我
觉得这小伙不错，那不像个逃兵啊。哪儿好了？我爹的兵可不这样。那些传言呀，不一定是真的。改天我让他试试拉下那弓，没准啊，他能拉得开呢。哎呀，小包子，上茶。哎，来了。看上了。哎，看见那家铁工没有？他父亲陈诚留下了遗言，谁要是能把这铁工拉开，谁就是他家的女婿。要不，你去试试？根本拉不开。我都试了好几次了。再说了，一个败军之将的女儿能嫁出去就不错了，还拉什么弓啊？我有个傻外甥，虽然头脑愚钝，但生来一身好力气。改天我让他来试试看。那傻子他娶什么媳妇儿还试试看？要他要他。大婆子，上茶。娘，等攒够了银子，我就带您去京师见见世面，在那开间茶馆，那里人多，银子也好赚。我什么没有见过呀？我都黄土半截的人了，走不了了。京师远不远？我不管了，疼死了！小林，你给我回来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大来，赶来我们公子的了。姑娘好功夫啊！本公子啊，就喜欢有功夫的女人。公子，正事要紧啊！本公子还有要事在身，咱们改日再聚。走。秋英姐，你可真厉害呀！回家。秀英姐，我不想裹脚，我要是个男孩就好了，这样我爹就会喜欢我了。别胡说，哪有爹娘不心疼儿女的？小林，小林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伤着哪儿吧？啊？爹，我没事儿。兄弟侄女，之前真的对不住啊，这次亏得有你啊。叔，好好的一双脚，你裹它做什么？连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怎么过生活？这也是为了他之后能有个好归宿。小林，走，咱们回家啊。你此次出入雁门关，没有人察觉吧？放心吧，爹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还是小心点好。爹，瓦剌人是不是又给我们要东西了？他们这么贪得无厌，您为什么老是依着他们呢？舍小利谋大局，方是长久之道。只要瓦剌人不打到太原来，这太原城就是我们石家的，谁也动不了我。爹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太原这帮贱民已经刮不出什么油水来啊！你先去征集粮饷，等我想想。是，爹。文儿，怎么了，爹？有人揪着陈征的死不放，
在王元荣那里上告。这王元荣和陈征可是故交好友，你今后要谨慎行事。王元荣虽是山西都指挥使司的佥事，但他无凭无据啊，对我们又能如何呀？冥顽不灵，石家早晚败在你手上。你这喝茶的瘾头愈发大了啊！告假去茶馆。石家父子搜刮民脂民膏，不想为虎作伥罢了。哎，这次催缴的可是军粮军饷。这些年轮番催缴军粮军饷，可真正送到边关的能有多少？这次恐怕一粒也不会有。昨日我偶然间听见石家父子说两边都要粮饷。两边都要？嗯。副刚，托你查的事查怎么样？我只是属衙的一个书办，进我手的信件太少。昨晚夜探镇府属衙，发现一个房间守卫格外森严。嗯，那间密阁是存放重要文件的地方，外人靠近不得。要是有机会我能进去，一定帮你查一查。副刚，为了这事儿，你还得冒着风险。跟我还说这个？当年若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陈征将军当年2000人马全军覆没，就活了你一个。你好不容易捡条命，心结还是要解开呀。哎，我觉得秀英就不错，你俩成个家，好好过日子多好。这世间啊，最难解的就是心结。不说我了，听说你有门婚约，也没见提起过。高鹏这个碎嘴子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？这世界上最难解的呀是心结。三六军队，辽士如数上缴，违者严惩不贷。试问，辽士哪有多余的粮食啊？违者严惩不贷。停！是这儿吗？是的，公子。那天南宁马的小娘子就在这豪杰居里卖茶。被认出来的麻烦，换个地方。让一下。他怎么来了？上茶。哎，秀英，你待着别动，千万别出去啊！娘去应付一下，听话。没人啊，快点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这位爷，这茶呀，可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，您尝尝。来。这什么破茶呀，水不开叶子也不落的，糊弄本公子呢啊！哎呦，这哪敢呢，爷！赶紧的，给我上一壶上等的御前，快！我们这店小，哪有什么上等的御前呀？我说茶婆子，我看你这店是不想开了吧？哎，这怎么？你怎么出来了？这茶的确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了。公子，您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惯了，自然不觉得这个茶有什么稀奇。原来这茶是姑娘你沏的呀，那本公子得好好尝尝。好喝好茶，劳驾姑娘再给本公子
倒一碗。姑娘，自从本公子上次遇见你之后，就日日思夜夜想，有一肚子的提起话想对你讲。嘿，这姑娘脾气还挺大哈。本公子就喜欢脾气大的姑娘。你要是随了我呀，我会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可比你在这破茶馆的日子好过了10倍啊，娘子。你真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抓起来！干什么？你想清楚，那是石轮。别打了，爷，你别打了！你滚一边去！娘，少爷，不打，使劲打！你动啊！你动一动我就拉死他！把他压住！你不但能打，这脾气还真是暴躁。不过呢，本公子喜欢。你不是挺厉害吗？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尝尝本公子的厉害。快走！看什么看啊！赶紧给我杀了！快点！快上啊！给我上来！快，我们上了！谁敢动？谁再动我射死！别，都别动，都别动啊！还不快滚！马上滚，马上滚！马上！这就滚，走了，快撤！快，走了！全小心，还有2天，就2天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谁？是你？这孩子，幸亏你来了，真是谢谢你了。没事有。副高，石轮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你们赶紧走。仓促间，我们母女往哪儿去呀？去二龙山。二龙山？对。那个不是个土匪寨吗？二龙山易守难攻，人数众多，石须龙迫不及待。而且二龙山经常抗击完了，在太原深得民心，石须龙不敢轻易动他。可我们与二龙山从未打过交道，他们能收留我们吗？是啊。拿着。如意竹篮，给他们看这块玉佩，要快。
这边走。哎呦，幸亏矿东他们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们娘俩被关在城里头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大娘，哎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拉弓射箭的好手呢。娘，大娘，秀英，往前面一直走就是二龙山了。那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我得回去应个卯。石家父子横行太原，祸害百姓，你还要回去助纣为虐？我是只会当兵，又没别的本事。照你这么说，传言都是真的了。秀英，什么传言？传言说你打仗的时候是靠装死才活下来。人总要先活着嘛，这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既是这么怕死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这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能看到一个女人被欺负呢？大娘，这衣服你们拿着，一会儿找机会换上，防备个万一。好。大娘，记着，千万别停下。好。好了，走了，娘，快。娘，当心啊！哎，我觉得邝宗他是个好孩子。不是爹，你打我干嘛？没长进的东西！你知道那丫头是谁吗？不就是个开破茶馆的吗？是陈正的女儿。陈，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我上哪认得她去啊？都怪我当年心慈手软。如今务必要斩草除根。娘，你没事吧？走不动，娘这把老骨头不行了。娘，前面有一个木屋，我们进去歇歇吧。走，走。别动！邝忠，你白天挺生猛啊！你说你对我都敢下死手！你以为你戴个破面具我就不认识你了？说，他们母女俩去哪了？你这穿上男装啊，还真的越来越有几分你爹的模样。我若是男儿，他应该会更欣慰吧。秀英啊，你爹是很疼你的。当年他弃我们而去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在他心里，永远有东西比我重要。娘，秀英不孝，连累您跟我受苦了。等避过风头，我们就去京城好好过日子。只要我们娘俩能在一起啊，去哪儿都成。嗯。
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放电！秀英，娘！我烧死他！秀英啊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不然娘周全之下也没法去见你。不呀，我们一起走，快点，你快起来！秀英啊，听娘的，快走！娘这辈子没有愁过，娘只希望你能够。我想，怎么了？空中哥被石棱抓走了，我们得救他。站！你拉我干什么？公子，前面就是二龙山，匪徒多布机关枪，咱们是小心为上。真娘子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夜闯二龙山？二龙山，说，来二龙山干什么了？我是王富刚。王富刚？你是王富刚？二当家的，他说他是王富刚。你是王富刚？怎么证明你是王富刚啊？带上山。像，太像了。义父，富
刚失职啊，我找的你好苦啊！你我两家世代交好，我与你爹又同朝为官，情同手。当年老夫被奸人构陷，不得已带着全家落草为寇。谁曾想，你爹因与我交往甚密，也被此事牵连至满门抄斩。只有你逃过一劫。这10几年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找到太原府的时候，正逢瓦剌犯我大明，我便把兄弟们拉到了二龙山，一边帮百姓们抗击瓦剌，一边打探你的消息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让我在死之前见到你。老寨主，不要叫寨主，你和月英从小定下娃娃亲，这玉佩就是信誉，你应该叫我岳父。爹。你也站过来。福冈失职，我见你今日累了，明日老夫设宴给你接风。大清，带福冈去休息。请。爹，您了解王福冈吗？龙生龙，凤生凤。你爹不会看走眼的。月英，你记住，大庆是你兄长，爹从小就教你，人活着要信守承诺。这是当年和福冈他爹定好的事。可这是你们之间的约定，凭什么用我的一生作为赌注？这事由不得你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得听您的。你让我做一次决定不行吗？太自私了。我是你爹。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爹，爹。我的善入，站住！镇守大人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小小的书办，敢拦大人的马，拖出去！不，大人，镇守大人，镇守大人，出去！镇守大人。镇守大人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说，你跟那母女俩到底什么关系？还有，你是不是跟二龙山有勾结？不说，我，让开！不说，啊，嘴挺硬啊，哇！住手！爹，混账东西，不思尽忠报国，满腹苟且之事。
去！都怪老夫平素里管教不严。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，老夫身边能有你这样的正义之士，深感欣慰。你若有心报复，老夫定会着力提拔。我太原城连年征战，如今兵微将亡，眼下边关粮草告急啊！你看，这是崔良的文书。老夫有意提升你的总旗，亚运两饷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二龙山一手弹弓人数众多，失去龙迫被忌惮。石鸾，必杀！福刚，这次多亏了你。为什么要答应去送粮饷？你不是说两边都要粮饷吗？此事啊，肯定有蹊跷。我想试试，能不能查出些什么。再说了，别人去送，我也不放心的。身处绝境、孤立无援的滋味，我尝过。对了，轩跟大娘应该上二龙山了吧？嗯，没见石轮抓人回来，应该是到了。福高，你怎么会跟二龙山有联系啊？此事说来话长。伤成这样能行吗？没事。哥几个干！二当家，老婆说那玩意儿干啥呢？来继续喝酒啊！你刚来，你不知道，那是小时候月英小姐送给他的，他拿那破哨子当宝贝似的。二当家，说句不该说的，这老债主怕是时日无多了。按理说，这新债主的位置就应该是您的呀。就是啊，这档口从哪里冒出来个王福刚？要是选新债主，必须得是二当家的，别人兄弟们不服，是不是？说得对。老债主不在，还有月英，二龙山还是二龙山。二当家的，别上火。兄弟们啊，就是说心里话，这月英小姐毕竟是女流之辈，她撑不起咱们二龙山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对儿，你得主动点啊。喝酒去。是，来，哥几个接着喝。加速通过。我们是二龙山好汉，要粮不要命，想活命的话给我滚！快走！
呀，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对她。我走后，你就是山寨之主，你们俩一定要带好众兄弟。老寨主，爹，无论生死，我都愿意追随将军。同样的，皇主。我如此信任光忠，他却伙同二龙山匪寇劫我两嫂，当真是我看走眼了。传令，集结人马，务必剿灭二龙山。是。打从我记事起，我爹就告诉我未来的夫婿叫王福刚。从此，王福刚3个字就仿佛刻在了我的命里。我曾经无数次猜想过你的模样，期盼着你的出现。可是这一切都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希望就如同我手中的这张黄纸一样，烧着烧着就变成灰。我活得就像一出皮影戏。腔该怎么唱，戏该怎么演，全然由不得我。你为什么要来？二当家的，他说他是王富刚的朋友，要见我们寨主。这位兄弟，找我们寨主有什么事？传闻二龙山是一群劫富济贫、抗击瓦剌的义匪。为何要劫了我那运往阵前的粮饷？粮饷？这位兄弟，我想你有些误会，你的粮饷不是我们二龙山抢的。我们二龙山有3不抢：一不抢贫苦百姓、僧道女流；二不抢渡口驿站、樵夫郎中；三不抢济灾义仓、戍边粮饷。匡忠兄，我王富刚才离开几天，你就丢了粮饷，出了这么大事。我匆忙上山，未曾和兄弟们告别，不曾想今日在这里得见。粮饷的事，确实和二龙山无关。既是你的朋友，就你来招待吧。大娘的死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但是你假冒吴福刚很危险，现在有人冒充二龙山劫了粮饷，必会给二龙山带来灭顶之灾。你不能待在这儿。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，丢了粮饷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秀英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走吧。
将。匡中求见王大人。单凭一支箭头，坐实不了石须龙的罪。你说的那个密室，可能有他通敌的罪证，也可能没有。大人，有一个地方一定有。各位头领，我爹遗命，王富刚为山寨之主。各位兄弟，月英小姐，这老寨主过世，新寨主之位，应当是二当家的继承才是啊。就是，他才来几天啊，就想坐这寨主的宝座。万一他是个草包，这二龙山不就散架了吗？对啊。福刚兄弟，老寨主的遗言我们应当遵守，但是你初来乍到，弟兄们对你不了解，一寨之主关系到山寨的存亡，兄弟们直言快语，别往心里去。你要是想当寨主啊，得先打赢我们二当家的才行。对，二当家的，跟他比划比划。比划比划，就是比划比划，比划比划。各位兄弟，我愿意和大齐兄弟切磋切磋。当着老寨主的面，我王富刚在此立誓，我若敌不过大庆兄弟，我即刻下山，永不踏入二龙山半步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承让。有这么牛？刘姐，加速能力。上国街。谁？我。满城都是捉拿你的告示，你怎么还敢回来啊？你这二龙山的女婿都敢在这招摇过市，我怎么不敢回来？去过二龙山了。我现在身无寸功，无颜面对老寨主和月影。再说，石须龙一直视二龙山为隐患，万一要是有什么变故，我在这也能做个内应啊。老寨主病逝了。此次粮草并非二龙山所抢，抢粮饷的人从招式到战术都很熟悉，瓦剌人。而且此次押运粮饷的线路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人知道，石须龙。
你是说石须龙通敌？此事非同小可，必须要查清楚。那间密室，务必设法进去。好。石须龙已经开始召集兵马，而且千石王元龙因粮饷一事已到太原，此战难免。你要让龙山尽快做好准备。王大人一路鞍马劳顿，为我大明安危不辞辛苦，属下钦佩至极。石大人言重了。近年来，山西一带屡遭瓦剌侵扰，唯有这太原城安稳如山。石大人，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！王大人过奖了，这并非石某一人之功，这都是军民一心抗敌，方能有此局面。只可惜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石大人殚精竭虑抵御瓦剌，却被二龙山抢了粮饷。王大人，属下一定亲率大军剿灭二龙山，给边关将士一个交代，还太原百姓一方安宁净土。真这样才好啊！你要去哪儿？四海为家吧。从小到大，除了我爹，就是你最疼我。现在你也要走，这二龙山还会是以前的二龙山吗？你走吧，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我也长大了，有些事情我该学着自己去扛。会照顾好山寨的弟兄，不叫你担心。若是有一天你走累了，二龙山永远都是你的家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家人。来得好，薛英，我知道你想借二龙山为父母报仇，但你想清楚，仅凭二龙山未必挡得住石须龙。再说，你这个寨主之位还是冒名顶替的，你能瞒几天？到时候事情败露，你又如何保全性命？现在一切都来得及，你不如趁早脱身。我陈秀英要做什么事，与你何干？我的生死与你何干？我不是你，如果只能苟活，我宁愿去死。娘的，不是咱们干的事儿，他们非往咱们头上扣，跟他们拼了！他们那么多人，咱们怎么拼啊？躲又躲不得，打又打不过。躲是躲不掉，可打未必打不过。什么意思？兵不在多，在精；将不在勇，在谋。二龙山山路艰险，易守难攻。只要大家同仇敌忾，他石须龙就算有千军万马，想要破山也绝非易事。各位首领，从今天起，加固寨防，加强操练，一事不可麻痹，一时不许懈怠。
接寨主令。接寨主令。王福刚奉石大人之命，前来存放机密文件。大人将近，夫人做好准备，副导赶紧准备好。雕像空中，给将军叩首。将军，您和弟兄们九泉之下安好。匡中料事不周，以致老夫人惨遭毒手。匡中有愧，匡中万死。匡中偷生5年，无所作为，负将军大恩。日后匡中一定紧随秀云姑娘左右，以命看顾，保其万全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陈将军的亲兵。你既是我爹的亲兵，我爹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为什么只有你活了下来5年前，陈将军与吕铮
事只说我爹是亲弟冒进，置全军覆没。可怜我娘，到死都不知道我爹战死的真相。我从站长回来，就听见有传言说石须龙暗通瓦剌害死陈将军，我就决心加入石须龙洞，找到石须龙害死陈将军的证据，为陈将军证明。那你查到什么没有？现在已经确认石须龙通敌，但缺乏确凿的证据，已经托人在查了。那这弓为何要偷偷放在我家里，和虎不说清楚？我是陈将军的亲兵，但我却没有保护好他，让他身负无名，含冤战死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叫我怎么有脸面对老夫人？怎么面对你？这5年，你都是怎么过来的？将军对我恩宠再造，就算我粉身碎骨，也难以报答。我家住在应州，当年瓦剌军犯我大明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就在应州百姓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时候，来了一位英雄，他带兵击退瓦剌军，救应州百姓于水火。他就是你的父亲，陈征将军。空中哥，出事了！别动，我被盯上了。这个东西交给高中，转告他，密克的信件态度无法一一查看，让他尽快拿到东西。这是我爹的扳指。5年前，我们被困在牛背山，陈征将军就是以这枚扳指为信物，催促增援。但事后石须龙却事后否认，收到过书信。这扳指在，书信应该也在。这些书信，就是石须龙贻误战机，害死陈征将军的铁证。富冈国被石须龙盯上了，随时可能出事儿，我们得赶紧救他。你回去告诉富冈，今明2晚，我必须拿书信接他上山，以夜宵叫声为号。好。矿中哥，事情越是紧急，我们越得谨慎。今夜先派人打探一下虚实，明晚我跟你一起去太原。你是寨主，不可轻举妄动。你孤身入城，又要偷信又要救人，只怕难以两全。我是假的王富冈，若真的王富冈出了事，那就太对不起月英了。不行，这事一定要跟月英说清楚。
有话直说。我要带几个兄弟去太原城里接一个人。两军对垒，大将要走，事出紧急，我快去快回。如此紧急，却不知道寨主接的到底是谁。王富刚。你说什么？没错，老寨主的故人之子，你的未婚夫婿，王富刚。那你又是谁？我叫陈秀英，跟你一样，是个女人。你是女人？月英，你干什么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男是女，免得又再上当。这次我是坦诚相待，月英，你要相信我。你欺瞒在先，我不亲手验证，绝不相信。骗子！你听我解释，我杀了你！月英，二龙山此刻经不起调查，再乱下去，王富刚身份暴露了，二龙山就要散了。当初我走投无路上二龙山，确实是王富刚让我来的。被当成王富刚其实是个误会。那你为何不解释清楚，离开二龙山？当时我母亲刚被杀，被误会成王富刚后，我确实想过借二龙山的力量去报仇，是我的错。可是你不仅骗了我和兄弟们，你还骗了我爹！我在老寨主的灵前发过誓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子了。现在王富刚有危险，我不能再瞒着你了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救他出来。我如何在心里？明晚我会带几个兄弟下山，还你一个真正的王富刚。之后，要杀要剐，随你处置。走，给我看看。佟大哥，这里头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小两口吵架拌嘴了，忙去吧。啊，走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月英，你还是坐镇二龙山。你要是有个闪失，我就更对不起老寨主了。可是若真的王富刚出事，你才是让我爹死不瞑目。今晚就走。是高宝。雪影，你带月莹和儿童家去接应富康兄弟。宽大哥，你去干什么？我去拿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记住，接到富康后弄出点动静出来。你留在这儿等我们。走。
王福刚。小英。你是王富刚？是月英妹子吧？是我。月英，王富刚！月英，快，把他们围起来！王福刚，没想到你也成了石旭龙的走狗。官就是官，贼就是贼，真以为我会与你们这帮土匪为伍？王富刚，我爹找了你10几年，找我干什么？程妈妈亲啊！我一想到这门婚约，我就恶心。你们自己活在黑暗里，还想把我拉下水？还有，你爹死了，太可惜了。这10几年，他没有一天不想亲手杀了那个老东西。不是你们，我王家满门不会死这么惨。我也不用忍辱求全这么多年。是你们害了王家，害了我。我真替我爹不值。这就送你下去找他。爆料活狗！上去！你们几个给我收好了！方舟，你要想找的东西，5年前就已经变成灰儿了。别让他们跑了！
快走！福刚，薛勇他们呢？都出去。是。我问你，秀英他们呢？很快，很快你就会见到他们。我明白了，从我救走秀英开始，一直到秀英出生被追杀，一直都是你告的密。我想让石伦提拔提拔我，可是他没有，我只能去找石旭龙。镇守带，镇守带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我告诉你，两边都需要粮草。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石旭龙暗通瓦剌。你只告诉我，两边都要粮饷，只是为了引起我的猜忌，让我押运粮饷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大人，容属下说完。大人，既与瓦剌人有私交，可让他们偷越雁门山。劫走运往边关的粮饷，再嫁祸给二龙山，此乃一石三鸟之计。接着讲。属下知道，二龙山一直是大人的心腹大患，而且在太原百姓中口碑甚高。但是，一旦坐实他们抢劫粮饷之罪，大人，您便是师出有名，可荡平二龙山。荡平二龙山，谈何容易？二龙山虽然易守难攻，但是大人可让矿中押运粮饷，再逼其上山。届时，属下有一计，可让二龙山众匪自投罗网。你有这本事？项上人头担保。妹妹伴着。
王福刚拜见镇守大人。可惜了，还差那么一点，让那几个土匪头子给跑了。你这个畜生！我是畜生。我王家世代忠良，世代忠良，被一帮土匪流寇所牵累，满门抄斩啊！我爹是不是忠良？陈真是不是忠良？你们四个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黄忠，你不该救我。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啊？我恨你！你就让我苟且偷生，受尽欺辱。我想明白了，这个世道只有手握重权才能活下来。我就是想活下来呀！我错了吗？哼，你想活下来？陈征将军不想活下来，那死去的2件弟兄，他们不想活下来吗？但只有我活下来。但我活得生不如死，因为我一闭眼就看到他们一张张死不瞑目的脸。他们浴血奋战，马革裹尸，以为保卫的是大明的疆土，以为保卫的是大明的百姓，到头来，却成为了你这帮鼠辈争权夺利的工具。可悲呀！我报的是国恨，你寻的是私仇，你就无药可救。给我个痛快，杀了我！现在，你活着比死了更有用。秀英，你别来，你不能来。没想到我爹苦苦盼望10多年，才来的是这样一个卑鄙小人，真恨我自己。瞻前顾后，裹足不前。是不是当时我有勇气对不公的事实说不，大清就不会死？若是匡大哥也回不来怎么办？那我就打进太原城。秀英，我真羡慕你。你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可以不顾一切。可这世道，有多少女人迫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？我选择不了世道，也改变不了世道。我就想活成自己的样子，
没有人能够活成自己的样子。男人、女人都不能。你不过只是暗夜里的一只萤火虫，飞过去就又黑了。即便只能照亮方寸之间，我也愿意守着这方寸之间。天总会亮的。报！快说！邝大哥被抓了，被吊在了城门上。集合所有兄弟。是。谢谢你，月英。这辈子，我从来都没有自己选择。好歹也让我选择一下怎么死吧。兄弟们，我对不住大家。我不是王福刚，也不配做你们的寨主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是陈秀英，为10轮欺压逼来二龙山，阴差阳错托名王福刚继了寨主之位。我与那石家父子有杀父害母的血海深仇，而山寨的兄弟们被石家父子诬陷抢劫粮饷，陷于不义之地。昨日二当家也误中奸计，为石贼所害。石须龙通敌卖国，鱼肉百姓，搞得这太原城民不聊生。若不是被那狗官所迫，兄弟们又岂会无奈落草为寇？可那石家父子仍苦苦相逼，非要置我二龙山于死地。我们的根在太原，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开枝散叶。如今我等虽为草莽，又岂能看着太原城毁在他们手上？与其在这山上坐以待毙，不如强攻太原，诛杀狗官，替天行道。即使战死城下，也能不留遗憾。太原府的百姓会看着我们，天下的百姓也会看着我们。说得好，此番攻打太原，十死无生。我陈秀英不敢逼迫各位随我一同涉险。山寨金银全部在此，若有哪位兄弟心生退意，此刻想走，我必双手奉上金银，礼送下山。上酒！就算今天我担任毒计，也要杀进太原城。若有兄弟愿与我同往，干了这碗酒！诛杀狗官，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。报！二龙山的匪寇杀过来了。来得好，王大人，请您坐镇城楼，待我亲率大军将其剿灭。
这次搅乱龙山，了了你的心腹大患。王福刚，此役你功不可没。谢大人。 爹，我去建功了。爹，不可！动手！都停下！都别打了！都停下！停下！石须龙，石轮小命尽在我手，是死是活，由你定夺。爹，你救我呀！众位将士，我是前任镇守陈真之女陈秀英。我爹在任10余年，守护一方，为国尽忠。5年前，石须龙暗通瓦剌，陷害忠良，致使我爹命丧边关，尸骨无存。石须龙，我刚才所言，是也不是？你一败胡言！爹，救我，救我呀！爹！女儿，生为男儿，何惧生死？爹，你可是我爹啊！我说，是我爹勾结瓦剌，劫走了粮草。但我爹陈诚是怎么死的？也是我爹，想篡夺镇守之位。他知道瓦剌人痛恨陈诚，他和瓦剌人联起手来，害死了陈诚。装蛋！
是大明的将士，你们的职责本是保卫我大明疆土，护佑我大明的百姓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们可以杀了我，但你们杀得死正义吗？你们杀得死你们的良心吗？石家父子鱼肉相离，通敌叛国，你们是看不到吗？你们是听不见吗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反抗了吗？我陈秀英是个女人，我看不起你们。14万人齐卸甲，竟无一人是男儿。开火！大人，违令者立斩！石旭龙，石旭龙，你暗通瓦剌，难道瓦剌军中就没有我们的人了吗？这是刚从瓦剌军中拿到的书信，证据确凿，你自己看吧。石旭龙，你通敌卖国，罪无可恕，还不束手就擒！陈秀英，陈秀英，这一剑是我爹给你的。
元镇守，着匡忠为守备同知，即刻出征增援雁门